他一顿能喝20斤酒，是大唐最嗜酒的诗人。他的毕生3大爱好也都和酒有关：酿酒、喝酒、写喝酒诗。他不爱做官，却常常是人在家中坐，官从天上来。隋炀帝时当官，他嫌俸禄太少，不够买酒；唐朝开国，他又嫌官场太卷，不想应酬。他就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王继。王继，字无功，号东高子，出生于公元589年的绛州龙门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河津。王继的家里往上数几代都是当官的，属于是正儿八经的官宦世家。少年时期的王继是在隋朝度过的，和所有踌躇满志的读书人一样，在适合的时间做着适合的事情。他8岁研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日诵读10指，同时还涉猎了道家、法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，再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。而王继也和天下所有的文人有着一样的理想，科举入仕，然后兼济天下。但说起来有点讽刺，科举是隋朝发明的，并且延续了上千年，也正是科举给了天下所有的读书人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环境。我们说它公平，是因为它在笔试环节一视同仁；说它貌似公平，是因为真正的结果捏在考官的手里。观今见古，1000年之前的潜规则并不难理解，但是比起那些家里没有背景的寒门子弟，王继是幸运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你姓王，再有点名气，总会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出自太原王家。而今的我们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，也想象不到，在那个知识垄断的年代里，像五姓七望这些大家族所拥有的影响力是多么强大的。15岁那年，王继背上行囊，直奔京城长安。在长安的他去拜见了乐公杨素。杨素是当时朝堂上权势熏天的大臣，府中自然是权贵云集的地方。当时王继见到杨素后，一点没有紧张，反而是侃侃而谈。在众人面前，王继谈吐不凡，对答如流，才华和气度让在座的公卿们大为折服，纷纷称他为神仙童子，得到了杨素这样的称赞。王继在长安瞬间声名鹊起。公元608年，王继再次来到长安，恰逢3月初3上巳节，看着出门踏青的人们，王继触景生情，写下了那篇3月3日赋：飞赏新洽于淮海，方愚昧于方圆，西望昆池，东临灞岸，惟平静于女英川，宝马香车星流云步，气完先锋，暖城如楚爽之词，落意缤纷，正是张衡之说。这篇篇文虽然华丽程度比不上后来他侄孙王勃的滕王阁序，但也是响当当的好文章了。此时的王继心想，凭我这满腹才华，总能在官场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吧。而王继果然不负众望，在公元614年的孝悌廉洁科举中高榜得中，被授官秘书省正字一说秘书省正字，自此成为了官僚阶层的一员。年纪轻轻，科举入仕，按说人生该起飞了，但可惜的是，一入关门深似海。王继的官场初体验把美好的滤镜打得稀碎。当时的隋朝已经是动荡不安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隋炀帝对内横征暴敛，对外连年打仗，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搞得天下大乱，起义如同雨后的春笋，大隋朝眼看就要日薄西山了。而那些平日里喊着安邦定国的官僚们，背地里的龌龊和虚伪，简直让王继三观尽毁。在这个大泥潭里，别说一展才华了，稍微有点正义感的，想平安上岸都难，更别说治国安邦了。而这种乱世是天真派的坟墓，是野心家的舞台。刚刚一脚踏入官场的王继，则是属于那种天真派，性格孤傲，看不上阿谀奉承那一套，更不屑于陷入勾心斗角。不过王继却有着审时度势的明智，干脆以病为由上书辞职。可问题来了，你是杨素亲口夸过的神仙童子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断了你的仕途呢？看辞官不成，王继主动申请外调，去了扬州下面一个叫六合的地方当县丞。本以为到了地方就能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施展胸中的抱负。可现实却是动不动就被顶头上司数落，同僚们更是看他一身傲骨不合群，暗中排挤。辞官辞不掉，到了地方又处处碰壁。王继干脆破罐破摔，整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，心想上级看到我这么废柴，总该把我开了吧。结果官场的老狐狸们一个比一个精明，始终是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，都不愿意为了撵走一个王继去得罪王家。无奈的王继只能再次以病为由，留下一封辞职信，趁着夜色坐上小船就离开了。当晚明月当空，王继孤零零地站在船头，长叹一声，网罗在天，吾将安之。
这8个字轻得像一声叹息，重得像砸在心上。天下这么大，哪里才是我的乐土呢？王继回到了老家绛州龙门，这也是王继第一次潇洒归隐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会人在家中坐，官从天上来。史书上，唐代隋、李代杨轻轻的翻个页，一个朝代就过去了。但现实哪里有这么容易呢？刚建立的唐朝，头等的大事就是稳定，首先就是要给前朝的官员安排新工作。于是，不管你是良臣还是草包，都先塞个岗位堵住嘴。而王继靠着前朝旧臣的身份，也得了个门下省代诏的职位。新朝都这么大度了，你一个前朝旧臣总不能不识抬举吧？但其中的滋味真就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后来弟弟问他，兄长代诏快乐否？王继回答说，代诏俸帛，况萧瑟，只有按时供给的3斗好酒，勉强使人留恋罢了。从王继的回答中，似乎看见了一点竹林七贤的影子。但王继毕竟没有阮籍那么大的名气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名头和背景，还没有到可以随心所欲、尽情放诞的地步。不过这几句话却传到了江国公陈叔达的耳中。陈叔达曾在王继的哥哥王通门下听过讲学，听说了王继念叨3斗酒不够喝的牢骚后，可能是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，豁达的用了点特权，批给他每天再多加1斗酒。王继因此有了那个斗酒学士的名号。但不管是陈叔达对王继的帮助，还是王继对陈叔达的攀附，两人的交情仅限在那1斗额外的好酒上。而陈叔达终身碌碌无为，史书上的评价也不高。他自己肯定想不到自己官至宰辅，但在文学史上留名千载的原因，竟然是因为给王继特批了点酒量。公元627年，李世民登基，而贞观之治也即将拉开序幕。但是当时的人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在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和官员眼里，这位大唐的新皇帝杀兄弟，逼老爸退位。更让人心底发寒的是，在灭掉兄弟齐王李元吉满门后，竟然把兄弟的爱妃也顺手迁到了后宫。儒家经典《礼记》《大学》里有句话：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这段话被儒家子弟奉为圭臬，是读书人的金科玉律。而像李世民这样父子兄弟之情都扔地上踩的皇帝，如何作为天下人的道德表率？不过那些胸怀天下的人，一门心思为天下谋的理想主义者不会这么想，削尖脑袋往上爬的投机者也不会这么想。但偏偏是王继这种既天真又有点执拗的人，心里这根刺就越扎越深。但作为儒家大儒王通的亲弟弟，从小读圣贤书长大的读书人，王继又何尝不希望能得到朝廷的赏识，一展胸中的抱负呢？不过作为臣子，一旦对君王有了偏见，又怎么会心安理得的给主子干活呢？而王继心里那点仅存的政治热情，就这么让现实的冷水一点点浇灭了。于是王继再一次以病为由提出辞官。直到637年，50多岁的王继又以家里贫困的名义来到了长安，希望入仕，并且点名要做太岳署的太岳丞。原来当时的太岳署有位乐工名叫焦阁，夫妻2人酿的一手好酒，为此王继才申请要做太乐丞。但是选官部门一看，头摇的像拨浪鼓，士大夫怎么能干这个呢？太跌范儿了。不过架不住王继3顾茅庐似的来回磨，最终还是如愿的出任了太乐丞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王继这次复出就是为了那口酒吧，毕竟是美其名曰家贫富虚。但仔细想想，王家是家大业大，真至于穷到揭不开锅吗？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心底残留着一丝丝不甘心，想再试试这个贞观盛世是否还有自己能容身的角落。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出仕不过是王继最后一次不甘心的尝试罢了。后来焦阁夫妇相继离世后，王继不得美酒，又不得伯乐赏识，于是他又一次挂冠归田。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头。王继这一次把那些他读了几十年、满心信奉的儒家经典彻底抛弃了。而这些儒家经典里的漂亮话，一旦照进现实，就成了诗人最不能接受的虚伪，尤其是在政治上，可以说是虚伪的代名词。之后，王继的床头只剩下3本书：周、易、老子、庄子。他开始像魏晋的阮籍、嵇康一样，肆意纵酒，寄情山水，过自在的生活。浮生之几日，无状竹空明。不如多酿酒，实向竹林清。这时候的王继不再是隋朝的神仙童子，也不是大唐的斗酒学士，他自称东高子。而他最后的理想，就是把自己锁进屋子里，锁进最后那方小小的精神世界，
远远躲开那个喧闹又复杂的人间。哪怕是当地的刺史去拜访他，他也一概避而不见。他用这种近乎躺平的姿态，对着如日中天的贞观盛世，悄无声息地表达着他那点不值一提的轻蔑。王继一生写诗不少，但最有名、流传最广的是那首《野望》：东高薄暮望，喜以玉合一。树树皆秋色，山山为落晖。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很多年，很多人读这首诗，都觉得这只是一首单纯的田园牧歌。其实这首诗的主题不是田园，而是孤独。相顾无相识，王继隐居在熟悉的老家，乡亲邻里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面孔，怎么可能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呢？他真正想说的是，在这煌煌大唐帝国里，他找不到一个和他心意相通、能听彼此心声的人。公元644年，王继身患疾病，预感大限将至，他给自己写下了墓志铭，并交代家人身后丧事一切从简的薄葬即可。有唐一人，太原王继，盖亦有道于己，无功于时也。不读书，自达理，不知荣辱，不计利害。说的是有道于己在个人精神世界里，他是饱足自得的。无功于世，在现实工业贡献上，他没有什么建树。不久后，王继离世，时年59岁。回顾王继的一生，3次出仕，3次归隐，3事3饮，酒来酒去。他说自己嗜酒如命，觉得喝了酒才能保全自己。瓶口比凡心，醉人难醉心，喝醉了心里就真不难受了吗？这到底是贪杯呢，还是只想求个难得糊涂？他到底是真醉了，还是比谁都清醒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